你怕了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杀了你的。江相国还在外面呢，我可不想因为伤害相国之女的罪名被抓了。你到底带我去做什么？别急，慢慢来。走近点，仔细瞧瞧。怎么样，薛昭没死，你很意外吧？我这人做事一向喜欢留一手，为了防止你们薛家向我复仇，我便将其一直囚禁在这儿。既然这样了，不妨把话都说开。薛凤飞，你可想救你的弟弟啊？我不认识他。认不认识，一试便知。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柔娘，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你说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沈玉荣换薛昭，审问的时候翻供，我就放了他。若你要是不放，我留着这个大活人做什么呢？等着萧恒来查我呀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呀？嗯？你既然说了是条件，那就有来有往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动他一根汗毛，否则鱼死网破。哼！哈哈！哈哈！你会做，我自然也会做。阿成，离儿，江相国，抱歉让你久等了。我们聊了一些娘子之间的梯级话，太过投机了，是吧？
是。江二娘子，下次再来喝茶哦。丽儿，长公主对你做了些什么？没事，父亲。我之前跟长公主殿下有一些过节，而后发现是误会，一直没有时间解释。如今她知道我出了这样的事，她宽慰了我，还向我道了歉。住手！救我！住手！救我！娘子，娘子，你怎么了？给我研墨。是。这封信，你快马加鞭送去给九月，等他看完之后再离开。娘子，你在长公主府，可是遇到什么事了？需不需要我去告诉苏国公？这件事，不用告诉他。是。主君，赵柯传话说江二娘子让他给九月送信。他去找九月干什么？不如直接把信拿过来。不用，说的我好像喜欢监视人的无赖一样。赵柯说江二娘子从长公主府出来就神色恍惚，想必是长公主同他谈了什么。加派人手盯着婉宁，江家那边一有消息就通知我。是。我江元柏在朝多年，从未想过这等荒唐之难会降到我女儿身上。神府大宴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沈玉荣竟然不顾伦理纲常，意图对江离行不轨之事。他愧对圣上赐给他的这身官服，他沈玉荣不要脸！我们呀都知道江相国你生气，朝廷命官出了此等事，我们也愤慨。不过，江相国放心，这几日我已经盘问了当时在场的证人，他们也都如实说出了当天发生的事情，人证物证皆已点齐，只要再确认一次江二娘子的证词，沈玉荣便可落罪。好，丽儿，去吧。我要你告诉所有人，是你勾引的沈玉荣，你就说你心仪沈学士，趁那沈家办庆功宴，你就向他表明心意，被拒以后恼羞成怒，所以才动手伤了人。丽儿，这份文书我不能签。这是何故啊？因为我一直倾慕沈学士，我想趁着夜宴。江离，在大理寺卿面前，你要谨言慎行。我想趁着夜宴和沈学士表明心意，而后被拒，造成误会。那你当初为何不做解释？
事发突然，我当时一时慌了神，来不及解释。这2事，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我不想因此害了沈学士，所以今日特意来还沈学士清白，还请沈学士原谅我的无心之失。此事就是我一人所为。江二娘子，我不管你出于什么说出这番话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好了再说，否则可不是一句误会就能了事的。你之前声称说是沈玉荣轻薄于你，你为了自保才出手打伤了沈玉荣，这也都是有证人们的口供记录在案的。你现在翻供沈玉荣无罪，但反过来，你污蔑朝廷命官，其罪不轻啊！所以，你要好好想清楚了。我想清楚了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抱歉了，江相国。倘若事情真的如此，那此案就要换一个解法了。今日是江二娘子自己翻的供，其罪无疑，也无需再审。我大理寺要立刻议刑，后呈刑部核准，所以也不能再像上次一样由你们江家接回看管了。丽儿，是不是长公主胁迫你了？你说出来。还是你有何顾虑？我只是如实说出了我的罪行，还沈学士清白。来人，在，带下去。是。楚君，刚刚江元柏带江二娘子去了大理寺，不知为何，这江二娘子突然就翻了供了，人被就地关押了。什么？二位，可否让我同江二娘子说几句？你还真给自己找了一个好高职啊！不惜一切都要救你。我从未让他救我。他抓了我弟弟，放在私牢里，日日折磨，你不知情？薛昭，他还活着？这个时候你就别装了，沈玉荣，你们亲密如丝，他怎么可能瞒你？我真的不知。他用我弟弟换了你，沈玉荣，你出去以后，别只顾着贪图享乐。你要记得，你过的每时每刻，都是用我薛家人受的折磨所换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我相信过你良心未泯，也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还是选择了婉宁。那日后，我祝你们百年好合。我不是选择他，我只是没法舍弃母亲和妹妹。我当然清楚，就像你曾经舍弃我爹、我弟弟一样，对吧？日后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期待，你们所做的恶事，我终会公之于众。阿离，日后别再这么唤我了，这次我真的觉得恶心了。
这是不是又是你所说的情势所迫？有一件事，求你帮忙。现在想起来求我了？这件事我只信你。什么事？去长公主府接我弟弟。薛昭还活着，但生不如死。人接到了之后呢？你怎么办？我在等9月的回信。若是方便，苏国公可以催上一催。你不怕吗？也不是第一次了，还是先劳烦苏国公去确保我弟弟的安全。小狸猫哭花了就不可爱了。苏国公，接个人还劳烦你亲自过来呀？人呢？人已经送到你府上去了。这，苏国公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和你的人亲眼看到薛昭从这儿走出去呢？我以为长公主会一直把这张牌捏在手里呢。哼，苏国公，你可真是太不了解我了。我答应过的事，我肯定会说到做到。再说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杀一个人这么一了百了的事，我怎么可能让他如愿呢？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的弟弟变成一个不能行走的废物，这可比直接杀死他还要更诛心。怕是要让你失望了。什么意思？他没有你这么贪心，他只要活着就足矣。日后别再这么唤我了，这次我真的觉得恶心了。哥，娘让我给你送晚饭过来。去让下人把我先前住的房间打扫出来。你是要搬回去住了吗？是啊，搬回去住。那太好了，可要我帮你添置些什么东西吗？不急。你瘦了，更好看了。殿下也清简了。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。臣在狱中辜负殿下，罪该万死。说吧，你准备怎么做？薛芳菲罪不至死，江家、萧恒都会想办法救他。他关不了太久，所以呢？薛芳菲在江家，谁也动不了他。不如我们先把他捞出来，放在沈家。什么意思？我想请圣上为我和薛芳菲赐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想请圣上为我和薛芳菲赐婚。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这么做了？和你的沈夫人再续前缘啊！他害我身败名裂，万劫不复。是殿下救了我，
给了我名誉和前途。我不蠢，怎么会想跟他再续前缘呢？哼，你若有了沈夫人，可怎么做我的驸马呀？殿下千金之孙，倘若他日下嫁于我，大可将她贬妻为婢，这样她就可以永远服侍于殿下。殿下难道不想看她匍匐于脚下吗？你这么恨她吗？臣如今只有殿下了。何意？站起来说话。为殿下添妆，为无情簪发。无情。这还是你第一次赠予我添妆之物。那是因为殿下身份尊贵，早已拥有了一切，包括我。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你为了让我同意赐婚，可真是处心积虑。赐婚不过是逢场作戏，终究是为了让殿下顺意。若江家不同意，皇帝也不会强迫他们的。所以此事需要换另一个人与圣上说。谁？丽妃娘娘。这倒是一颗现成的棋子。人怎么样了？伤得虽重，但未曾危及性命。现服下了仙安神的药，正昏睡着。他的腿大夫怎么说？能治好吗？大夫说，怕是以后都要拄拐了。周德昭查了吗？有没有把柄？没有，他一向铁面无私。江二娘子污蔑朝廷命官，这事已经落定了。现大理寺正议情呢。江家作何反应？探子打听到，中书令去找过圣上，但被圣上推给了周德昭，所以中书令现在日日堵在大理寺。看来圣上要作壁上观了。备车。娘娘，长公主来了。丽妃娘娘，长公主殿下前来探望本宫，实属难得。我是来晚了一些。之前江夫人出事的时候，我就该过来慰问一番。长公主今日前来，定是有所图。说起来，我姐姐要不是被你当枪使了，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就算我和他不联手，他和江离也有另外一番死磕。他是斗不过江离的，是江离害了江夫人。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倒是有一个法子，可以为娘娘的姐姐出口恶气，就看娘娘愿不愿意了。讲，让圣上赐婚，江离和沈玉荣
赐婚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中书令视他的女儿若珍宝，江家护着她，我们动不了她。可沈玉荣是我的人，他若来到沈家，那就被我们拿捏了。听起来倒是个不错的主意，可是我可不会像我姐姐那样被长公主当枪使。本公主怎么会拿娘娘当枪使呢？我呢，最多也就是威胁一下娘娘。什么？我听说啊，后宫闹过邪祟，这太卜署前去驱邪，贤妃娘娘不知道怎么了，人就没了。除了太卜令，太卜署参与此事的人全部辞官回乡了。好奇怪啊，他们都去哪儿了呢？丽妃娘娘知道，我呢也知道。说来还得谢谢娘娘，若不是娘娘，我还想不起来驱邪这招，还害了娘娘的姐姐走到那步田地。你以为本宫会怕你？当年不狠心斩草除根，现在再狠也晚了。你让一个知道此事的宫女回乡，这位宫女后来被我找到了，若是对她用些手段，她定会把当年的全部实情告诉圣上。你就是动个嘴皮子，让圣上赐个婚，总强过向圣上解释为何要杀了贤妃要来的容易吧。事情办成了，这个宫女我立刻交还给娘娘，随意处置。娘娘还站着干嘛呀？快过来喝茶吧。陛下当真不管江离一案？你真以为朕闲得连这种小案子都要插手吗？倘若这里面有婉宁的手笔呢？朕之前说过，要你看好你的妻子。陛下要一颗死棋做什么？棋什么？他们不是还没出招吗？萧恒，关心则乱。陛下，丽妃娘娘邀您去御花园一游。唉，朕也该歇会儿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朕看你那颗棋子，可比你要沉得住气啊。沈玉荣进了宫，继续盯着，有什么消息尽快通知我。是。陛下，你我好久没有这样静下来好好散步走走了。是啊，都怪朕最近太忙了，刚处理完与大昭的结盟之事，后面又有一大堆事。陛下是指江二娘子和沈学士的事吗？他们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，沈江两家好像闹得也挺僵的。沈学士与中书令都是朝廷的肱骨之臣，是朕的手心手背啊，朕也为难。臣妾倒是有个主意，可以解了陛下的忧虑，也可以让江沈两家满意。哦，说起来，黎儿毕竟是我姐姐的女儿，虽然他们两个过去之间多有误会，但我一直将黎儿看作我的外甥女。你说，好好的一个娘子，身在牢狱，什么尊贵啊、体面啊，全没了，我看着都心疼，便派人去问了沈学士缘由，没想到，竟然是一场误会。怎么了，陛下？朕在想，是什么样的误会呢？我派人请了沈学士前来，不如让他当面跟陛下解释。也好。臣见过陛下，见过丽妃娘娘。朕听丽妃说，你和江离是误会一场。说来也是臣的错，毕竟此事中
娘子家的名节更为重要。臣相信江二娘子只是一时糊涂，并非存心设计。臣还恳请陛下能够恩赦她，不要再追究下去。你心中当真不介意此事？臣自然不会同江二娘子计较。沈学士为人君子，且又宽宏大量，倒是不失为一个良配。此事一出，必定是对黎儿的名声有损。她犯了此等错误，怕是再难嫁得好人家了。之前她口口声声地说钟情于沈学士，既然沈学士不在意她的种种所为，那么陛下还不如赐婚二位，既能平息了此事，又保住了黎儿的名声。如此一来，对沈清而言太过委屈了吧？若是能够保住江二娘子的名声，臣甘愿听丽妃娘娘所言。婚嫁乃大事，朕自然得问问中书令的意见。不过沈清答应不追究此事，传旨大理寺，此案捐了，释放江离，由江家看管。是。中书令那边就交给臣妾去问。如果两家都有意愿的话，臣妾自是愿意积德，撮合一门好姻缘。好，就依你吧。臣愿去狱中传旨，接江二娘子出来。你去吧。他们想要圣上赐婚，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。主君，那我们回皇宫还是去老狱？直接去老狱。是。江二娘子，可以走了。我来送她出去。是，沈学士。这几日委屈你了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疯了吗？你就不好奇自己为什么被放出来？圣上要为你我赐婚，你我之间有情，你做的事情自然无罪。这就是你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计谋。是。所以你娶了我一次，杀了我一次，现在要娶我第二次，杀我第二次吗？如果我说这次是为了护你呢？这话你信吗？我信。可是我听了只觉得恶心。阿离，你可以不信我，但终归皇命不可违。我先送你回去，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。你的车是通往黄泉路的，我可不敢再坐一次。难不成你要走回江宅吗？我自然有人相送。我手抽筋了，松点力气吧。
我不乱动。刚才沈玉荣说，圣上要为我和他赐婚。我听说了，还是丽妃主动撮合的。他怎么掺和进来了？难道丽妃现在是婉宁身边的人吗？过去不是，现在不一定。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了。丽妃应当知道婉宁的危险。先前季舒然倒台有一部分原因是婉宁的失利，如今丽妃肯帮婉宁，其中肯定有玄机。先别多想了，等探子消息吧。我先送你去国公府看你弟弟，顺便你也准备一套说辞，回江家。走。赵，姐，外面的人都说你死了，我也以为你死了。还有爹，你见到爹了吗？他知道我们的事吗？爹知道，爹很好。那东山那座金矿呢？还在开采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阿超。你做得很好，你画的图纸救了很多的人。那就好。姐姐，我还想再问问你。好了，你先好好养伤，日后我一件一件说给你听，好吗？阿昭，我现在已经不是薛芳菲了，我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我是江元柏的女儿，江离。江离？姐，没想到你受了这么多苦。都过去了，你和爹都还活着，是我最开心的事。倒是你，我那日听说你被匪寇所杀。那日我收到信后，不想让爹爹担忧，便只身立刻前往京城，想一探究竟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，便差人写信上告京兆尹。不料在途中遇到了一伙歹徒。何人在此埋伏？还不给我出来！等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长公主府的私牢里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长公主背后策划的。先前她一直都不曾露面，只是将我锁在那儿不闻不问。我一直觉得我会无人知晓地死在长公主府里，没想到还会被人所救。如今还能再见到姐姐，爹也在京城，看来苍天还是给我们薛家留了一条活路的。姐姐，人人都说苦尽甘来，咱们受了苦，往后的日子定然都是好日子。你先好好养伤，你有什么事派人去江宅找我，我得先回去处理些事情。好。
父亲，我回来了。知道你要回来，原本我是想去接你，没成想倒扑了个空。是肃国公前来接的我，他询问了我一些此案的细节，耽误了一些时间。肃国公怎么突然插手此事？大概是跟长公主有关，所以前来查问。我知道你和肃国公之间素来有交际，既然你信任他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但你翻案一事，可是被婉宁拿捏到了什么把柄？我知道，因为过去的事，你对我并不信任。但我们始终是父女，你有事大可以来找我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会替你顶着。此事突然翻供，折了父亲的面子，我以为父亲会责怪我。你这性子，我也不是第一天知道。你这孩子做事看似鲁莽，其实是有自己的道理。我既然决定回来帮你，就决定了信任你。你若想解释便解释，若不想解释，你就告诉我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就行了。父亲，如今我和长公主一事已经解决了，就不劳烦父亲操心。只是现在有一事更为要紧。什么事情？圣上要为我和沈玉荣赐婚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刚在牢狱之中听沈玉荣说的。你怎么想？我不愿意。可赐婚一事，圣上现在已经允准，只是还未下明旨。具体事宜已经托给了丽妃。赐婚一事也是丽妃主动请缨的。他突然插手此事，怕也是不怀好意。圣上赐婚，这是光宗耀祖之事。从前朝到现在，从未有过拒绝赐婚的先例。赐婚的是我口口声声说了情投意合的沈玉荣。若是父亲拒绝赐婚的提议，丽妃会大做文章，抗旨不遵，会陷父亲于不义。母亲现在可还好？除了人有些痴傻，倒也无碍。现在需要母亲和丽妃见一面。凭季淑然现在这副模样，怕是不足以说动丽妃。先试试吧，还劳请父亲安排。这自然不成问题。主君，你要的东西我查到了。探子说曾偷听到婉宁和丽妃见面时谈起宫中当年发生的邪祟事件。娴妃之死？对，探子重查了一次，怕是其中大有玄机。可有证据？还在查事发当年放出宫的宫女中是否有人知情。既然婉宁已经找上了丽妃，想必手中已经握住了人证。你就从他身边查起吧。此事可要告诉圣上？不必，圣上未必不明白。那这就要秘密排查了，恐怕耗时不短。就怕等到时候查好了，这丽妃已经把婚给赐了。属下这就抓紧时间去查。把这个消息去告诉阿离。